12月22号，川普在海湖庄园的记者会上向马杜罗发出自动下台的最后通牒，如果想和美国来硬的，恐怕他这辈子都没机会了。俄罗斯却是做了两手准备，一边鼓励马杜罗坚持下去，另一边却安排使馆工作人员家属撤离。在俄罗斯看来，委内瑞拉战云密布，情势非常危急。在同一天的记者会上，川普宣布了将打造新黄金舰队，舰队将包括川普级战列舰，这些军舰将是世界上最好的。有评论指，川普的造舰计划一旦成功，将是美国海军的转捩点。川普自己也说，这是向全世界传递信息，应对的是所有人，不止中国。在宣布建造川普级战舰计划的同时，川普重申，美国必须拥有格陵兰岛，这是出于国家安全，不只是关键矿产，因为格陵兰到处都是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何文。12月22号，在佛州海湖庄园的记者会上，美国总统川普向马杜罗发出最后通牒，直言马杜罗如果主动下台将是聪明举动，并且警告说，如果对方执意对抗，想硬碰硬，这将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次耍狠。眼看自己小弟大势已去，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委内瑞拉外长吉尔通电话，说莫斯科全力支持马杜罗政府。有意思的是，俄罗斯一边呼吁马杜罗硬挺下去，一边却做着另外的打算。据悉，12月22号上午，10多辆悬挂外交牌照的车辆停靠在俄罗斯驻加拉加斯大使馆外，但是没有见到人员进出。至当天下午早些时候，这些车辆已经相继离开。美国媒体注意到事情的反常，美联社12月22号报道，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欧洲情报官员透露，俄罗斯外交部已经开始从委内瑞拉撤走驻委内瑞拉外交官的家属。根据透露，撤离人员包括妇女和儿童，撤离行动从12月19号开始。这位情报官员补充说，俄罗斯外交部官员用非常严峻评估委内瑞拉局势，这显示加勒比海的火药味正接近临界点。对于这条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在 X 发文反驳美联社有关所谓撤离俄罗斯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报道，简单来说就是谎言，还加上了一句要小心不要落入西方的挑衅。不料美联社非常硬气地指出，俄方并未回应是否正在撤离外交官家属。12月22号，川普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和海军部长约翰·费兰举行会晤之际，美国海岸警卫队继续在加勒比海水域追踪受制裁的油轮。当天，美国海岸警卫队连续第2天追踪一艘受制裁的油轮。美方官员称，这条船悬挂虚假国旗，并且已被美国法院下达扣押令。这是近期第3艘被盯上的船只，属于委内瑞拉影子船队，也就是用于规避美国石油制裁的船只网路。12月20号，美国海岸警卫队扣押了一艘名为世纪号的油轮，悬挂的是巴拿马国旗。早前在12月10号，美国军方扣查了一艘名为船长号的油轮，这艘油轮也是在巴拿马注册。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船长号发布扣查令，指其用于支持伊朗资助的黎巴嫩恐怖组织真主党，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的石油运输网路。12月22号，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说，美国海岸警卫队针对运毒船和运载委内瑞拉原油的油轮采取行动，不仅是拦截这些船只，也在向全世界发出一个信息：马杜罗所参与的非法活动是不能容忍的，他必须下台。我们将为我们的人民挺身而出。独立监督机构委内瑞拉透视观察到，一艘被定为影子船队成员的油轮在委内瑞拉多座炼油厂之间往返，
包括位于加拉加斯以西约3小时车程的埃尔帕里托炼油设施。这艘船在炼油厂码头一直停靠到12月21号，这是正式学校的假期，当地家庭都在邻近的海滩度假。在海滩工作了30多年的停车管理员曼努埃尔·萨拉萨尔今年已经68岁。他说，真是今非昔比，当年委内瑞拉日产原油至少是目前100万桶的2倍。那个时候，海湾里会排着9到10艘的油轮，一艘离开，另一艘马上进来。可是现在你看看，只剩1艘。一些游客回忆说，过去邮轮会在除夕夜鸣笛并燃放烟花迎接新年，而随着能源产业的萎缩，这些繁荣的场景已经不复存在。萨拉萨尔说，以前假期大家还能烧烤，现在你看到的只是面包加博洛尼亚香肠，东西太贵了，食品价格每天都在涨。12月22号，美国总统川普与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部长赫格塞斯和海军部长约翰·费兰出席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的战舰活动。川普总统表示，美国海军将建造新型川普级战列舰，这将成为他构想的新的黄金舰队的核心。他还宣布将开发一款新级别的航空母舰，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川普级战列舰的首舰将命名为无畏号。川普说，建造工作将几乎立即开始，预计耗时2年半。川普保证，这些军舰将是世界上最好的，这类排水量在3万至4万吨之间，目的在向全世界传递信息，这是用来应对所有人，不止中国。川普说，我们迫切需要舰船，其中一些已经老旧、疲惫、过时，我们要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川普说，新型战列舰将比以往任何战列舰都强大100倍，而且航速比现有的舰船更快。他说，美国海军可能会采购20至25艘这种新战舰。根据一名美国官员和另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种新型战列舰将是美国海军现役主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升级版。川普曾将该驱逐舰与竞争对手的海军舰艇进行对比，并给出了负面评价。战列舰这个名称让人回想起冷战结束前使用的带有大口径主炮的舰船，但是新舰将采用下一代设计。不过，新战列舰造价不菲，引起一些批评的声音。保卫民主基金会高级主管、前海军少将马克·蒙哥马利认为，每艘新战列舰的成本至少是50亿美元。在蒙哥马利看来，新型护卫舰在战术上毫无用途，因为它不会配备垂直发射系统或是宙斯盾弹道防御系统，而美国需要针对中共威胁，制造具有杀伤力优化的舰船。他认为遗憾的是，这却不是这些舰船关注的重点，在乎的只是总统心目中战列舰外形酷炫的视觉效果。川普指出，新舰将比目前的驱逐舰更大。他说，这些舰船将携带核巡弋飞弹。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些舰船将具备加装电磁轨道炮和定向能武器等未来武器的能力。华尔街日报先前报道称，由白宫和美国海军组成的一个团队，今年早些时候开始规划一支装备更精良的新舰队，以更好地对抗中共，管理西半球和应对其他威胁。美国海军提议将其命名为黄金舰队。黄金舰队将由若干艘配备了更强大远程飞弹，甚至可能是高超音速飞弹的大型军舰，以及更多数量的较小型护卫舰组成。新型护卫舰将以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旗下英格尔斯造船厂在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建造的美国海岸警卫队传奇级国家安全巡逻舰为基础，并将取代美国海军在上月历经多年延误之后取消的星座级护卫舰。美国海军现有287艘舰船，主要是驱逐舰、巡洋舰、航空母舰、两栖舰和潜艇。哈德逊研究所的海军专家布莱恩·克拉克说，20世纪的战列舰装甲厚重，配备大口径火炮，
因此能从敌方武器射程之外攻击地面目标和舰船。12月22号，克拉克说，这些战列舰在2次世界大战期间声名大噪，是水上战斗编队的核心，类似于今天航空母舰的角色。他说，当时的想法是，战列舰的火炮足够大，射程足够远，通常能从大多数对手的射程之外开火。如今，美国海军需要更强大的舰船来更好地保卫自身越发脆弱的航母。最近胡塞武装企图袭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就说明了这一点。克拉克说，当今军舰上的远程飞弹取代了战列舰上火炮的作用，因为飞弹航程更远，打击更精确。然而，为了在未来的战斗中保持竞争力，这些舰船需要更强的火力，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飞弹发射管和携带高超音速武器的能力。克拉克说，你需要2到3倍于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规模的战舰。他补充说，你需要这种体量的船只，才能拥有保护航母的防御能力，以及在能够生存的情况下攻击目标的射程。对于12月22号公布的川普级战舰的造舰计划，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资深全球军事新闻编辑兰登认为，根据美国海军公布的计划梗概，这将是美国海军有史以来最为致命的战舰，舰体全长可达 268.2 公尺，排水量则达到3万至4万吨，将是美国自二战结束迄今最大的水面舰。因此，这个造舰计划如果能够取得成功，将是美国海军发展的重大转捩点。美国海军表示，川普级战舰将拥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水面舰打击力，其火力将达到上一代舰艇的80倍，并且将搭载新式核动力巡弋飞弹，可由舰载12座发射器激发，并且以极音速的方式飞行，有强大的机动力，对于敌方防御系统造成重大威胁。此外，该级战舰也将搭载128座垂直发射器，依照任务需求发射包括战斧飞弹、各类反舰飞弹或是防空拦截弹等弹药。其他武器系统则包括了轨道炮、12.7公里口径机炮以及一系列雷射武器与小型火炮。依照川普的说法，其威力可达到二战时期舰艇的100倍之多。对于川普级战舰的建造也存在着各种质疑，例如美国海军部长费兰今年6月在国会作证，现在即便是美军最为顺利的造舰计划，也至少有6个月的迟滞，而且预算超支的程度达到了 57%。 去年11月，他宣布取消计划落后达3年的星座级巡防舰造舰计划。此外，美国海军最新型本应在今年7月完成交付作业的肯尼迪号航舰，因为舰载机以及升降器相关系统的问题，交付日期已经延后2年。所以川普级战舰的打造所面临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造舰能量以及后勤维护能力的严重不足。前美国海军上校、军事分析师舒斯特坦言，美国已经没有造舰以及海事基础建设能够快速推动造舰计划进行，且熟练人力的招募也都是重大课题。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造船企业对建造新一级舰船的举动表示欢迎。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旗下英格尔斯造船厂和通用动力集团旗下巴斯钢铁厂都为美国海军建造阿利伯克级驱逐舰。过去30年，这2家造船厂都为美国海军建造了70多艘该级驱逐舰。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卡斯特纳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的劳动力供应和产出效率有所改善，预计这种势头会在2026年持续下去。这些努力结合我们的分布式造船网络正在发挥作用，我们将创造更多产能以满足这些关键需求。同样，通用动力集团旗下巴斯钢铁厂的总裁查尔斯 ·F. 克鲁格在一份声明中说，
该造船厂拥有设计和建造世界上最优秀战舰的产能力和工业专业知识。克拉克说，美国海军一直寻求引入新的造船厂以加快造船速度，但是对于一个新船厂来说，建造如此规模的战舰可能需要10年时间才能交付。12月22号，川普宣布建造川普级战舰计划的同时，重申美国需要拥有格陵兰岛。川普总统任命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州长杰夫·兰德里担任格陵兰特使职位。他表示，兰德里理解格陵兰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将大力推进我们国家的利益，以保障我们盟友乃至全世界的安全、保障和生存。川普再次指出，格陵兰对美国具有非凡的战略意义，我们需要格陵兰岛，是为了国家安全，不是为了关键矿产。因为美国在很多地方都拥有关键矿产，也和其他国家合作，但是格陵兰到处都是俄罗斯和中国的船只。12月22号，兰德里在他的 X 账号上发帖感谢川普总统的任命。他表示，我很荣幸能担任这个志愿职位，让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丹麦外交大臣拉斯勒克·拉斯穆森12月23号表示，他对兰德里的任命深感不安，并将就此事召见美国驻丹麦大使。这里是大使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